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学习止的资粮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6页，倒数第5行，请看原文，有找到行吧？5. 清净失罗，于别谢脱及菩萨律，皆不应犯性罪、遮罪、破坏学处，设放逸犯，速生追悔，如法还净。第5个呢是戒律清净，是指对于别谢脱律呢和菩萨律不违犯性罪与遮罪的学处，即使呢由于放逸而毁犯了学处，也要迅速的注意，迅速的追悔而如法还净。这里边呢讲到了性罪与遮罪。那么什么是性罪呢？性罪呢，就是指佛陀虽然没有制戒规定这件事不能做，由于呢这件事本性罪恶，做了呢就会造罪，这种罪呢就是性罪，就自害害人。无论佛陀制不制不杀生戒，杀生就会有罪，所以呢杀生是性罪。那么什么是遮罪呢？佛陀还没有制戒规定这件事应不应该做之前，无论做与不做都不会造罪。但是佛陀制戒以后呢，受戒者违反这个戒条的话就会造罪。这件事做或者不做呢，是否有罪关待于什么呀？关待于佛陀是否遮止，所以它称为遮罪。譬如呢八关斋戒，像居士在受八关斋戒期间呢，如果坐卧高广大床的话就会有罪。但如果居士不是在受八关斋戒的时间呢，坐卧高广大床是不会有罪的。还有呢具戒的比丘呢，没有病源非时时也是遮罪。要承办呢清净的三摩地，必须依靠增上戒学。我再说一遍，要承办清净的三摩地，必须依靠增上戒学。一般来说呢，守护戒律要怎么办呢？要依止正念和正知。依止正念和正知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修习奢摩他前要做什么呀？先守护戒律。能依止正念正知而护戒的话，这本身就是修定的前行。我再说一遍，能依止正知正念而护戒的话，这本身就是修定的前行，所以是极为极为重要。要依靠戒而修定。再说一遍，要依靠戒而修定。那么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有找到行吗？6，找到行吧。6. 断除欲等诸恶寻思，谓于诸欲当修杀父等现法过患，及堕恶趣等当来过患。又生死中爱非爱事，皆是无常可破坏法，此定不久与我分离，何谓于彼而起增上贪等？应如是修，断除一切诸欲寻思。此如修次中篇之意而说，于声闻地应当广知。解释一下这一段呢，是说第6个呢是要完全舍弃贪欲等分别。这个是指呢对于贪欲修持杀戮束缚等今生的过患，然后以及呢堕落恶趣，就是他未来的过患。由于贪欲呢有可能会导致现世会遭到比如说被杀呀，被绑架，然后来世呢也有可能就是由于贪欲呢
会堕落恶趣，或者心想呢，生死当中越不越意的一切事物，注意，或者心想生死当中越不越意的一切事物，都是具有无常、坏灭的特征。这一切呢，必定不久就和我分离。既然呢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要过分的贪着这些事物呢？应当如此的修持，舍弃呢一切贪欲的分别，就是要舍弃贪欲的那些念头，绑住心的那种状况。如月格西解释说呢，这里边的欲呢，就包含了所有与道不相顺的追求、贪求，例如五欲呀、这些名声呀等等。前面的少欲呢，是指不过度的贪求上好或者众多的物品，然后这里呢，是指要思维贪求及所有贪的这些物品的过患。那么第六个跟前面第二个这个少欲，再去探讨一下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少欲是指破除对现世现有的五欲的贪着，而这里要断除的是指对现世的安乐、对后世的安乐，乃至对生死轮转的安乐的贪着。那么第二是妙音效大师看到僧众，看看祖师的行义二是妙音效大师看到僧众个人如果有许多物品，然后他就会实现呢不太欢喜。然后他要求僧众呢不要拥有太多的东西，也就是呢不能自己周围蓄积太多的物品。然后因为如果个人物品过多的话呢，自己很容易受到干扰，然后心呢也容易散乱。然后自己待的地方呢，如果东西少一些的话呢，会比较好。如果东西多了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呢，心也就容易散乱到那些地方去。所以说呢，在自己周围不要放许多东西的用意呢，也在这里边。像师父呢，也很强调出家人不要蓄积太多的东西，一定要少欲知足。这个在修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们常常修习少欲知足的话，那个时候会省很多力气。那么第六点大致呢，也含摄到第二点的少欲当中，但第六点特别的是止，从自己的意乐上要断除贪的这个欲念寻思，然后如果无法断除这样的寻思，就很难少欲。所以呢，第六点主要是从断除就是寻思那个念想上而说的。那么在欲法宝具详解中呢，也有说我们修静虑的人对于外在的一切事物没有少欲知足的话呢，即使居处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，那么心也会被探索议论这些想法带走。心带走了之后，脚就留不住了，然后为了一点微小的欲求，就急急忙忙的跑到散乱的人群当中去了。然后假如呢，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强制身体坐下，身体虽然处于座位上呢，但是心也早都跑到极致上去了。因此呢，我们以前都被现实的欲望散乱了内心，没法让我们的心去修习静虑。就像说心意涣散者，微现或牙见，这是入行论上的那个句子。所以对这些欲望，如果不想办法减少的话呢，大家想一想，能够得到增长静虑的方便吗？能够专心修定吗？是很难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欲望不想办法减少的话，就得不到增长静虑的方便。因此一切的根本归结于断除欲望，断除欲望。那么以上呢，我们学完了6种奢摩他的资粮。宗大师讲了6种奢摩他的资粮，是按照修次中篇中的意趣而说，详细的内容呢，应当从声闻地中呢要广泛的了知。所以呢，
宗大师解释的任何修订的资粮，都是依据着传承的教典，从佛一直依据传承的教典而说的。所以呢，对这样的教言要升起敬信，好好的支持在心中，依之而修。你们觉得呢？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周再见。